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更是小看了大老板。男人喜欢女人，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不过擦了几天乳液，软绵绵的，手感比以前好多了。话说回来，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要是有人追的话，哎呀，大老板，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别闹啦！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哎呀，好可怕，好可怕！等考上 CPA 之后，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迟早会疯掉的吧。哎，珊珊，哎，阿伟，早啊！早啊！来，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这是什么呀？员工旅行的资料啊，你不知道吗？分腾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哦，今年也要去啊？对啊，今年老板办公室原本抽到的是跟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啦。珊珊，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嘞。大老板也要去？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我是去修行的吧？除了挑菜，还得当扛夫。你们去玩，我去可太辛苦了。阿妹啊，那个，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1年吧？不满1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那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不能再花钱了，所以就你们去吧，玩得开心。来，太好了，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睡大觉。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所以珊珊，那礼拜6 7点见啦，拜拜。你们知不知道，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真的假的？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托他的福，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哎，对了，阿佳，你未满年资吧？未满年资怎么了？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因为大老板要去啊。哎，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每次都只能远远的望着他。哎呀，别说是你啦，像我们不也都这样吗？哪像人家珊珊呀，直通天庭，天天在圣上面前行走。哎呀，我们再来看这个吧。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却被看成是福。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老板要跟我一个团，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随时随地的帮他挑菜。老板，那个，看中什么菜，都是你的。不是，那个，关于那个员工旅行。员工旅行怎么了？员工旅行，我不想去。哦，不想去。天哪，我居然说出口了！
他是想留下来考试。考试？老板，能跟你一起旅行是我的荣幸，我后天一定准时到啊！7点集合对吧？那我就故意迟到半个小时，等到7点半甚至8点出现。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我一个人，到时候大伙儿走了可不怪我呀，到时候我就怪上海的交通好了。这是属于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不是我主观意愿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只要到警卫大叔那里报道一下，那就有目击证人了。哎呀，保安大叔，他们都走了是吗？哎呀，我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小时啊，我怎么这么帅呀？哎呀，我的员工旅游啊，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我期待已久的旅游啊，再见了。珊，哎呀，珊珊，你怎么还在这呀？我们都等了你1个多小时啦。哎呀，好了嘛，别愣在这了，我们快走了。哎呀，快走了，走了。哎呀，还愣在这干嘛呀？啊，珊珊来了，来，珊珊快！大家好，这有香哥你好啊。来，珊珊，快坐呀，坐这边。愣着干嘛呀？坐这儿。快。老板早安，老板。不早了。大老板该不会真的等了我1个小时吧？老板，那个，不是说是7点出行的吗？你听错了，我没有啊。既然是7点钟，那你为什么8点才到？是珊珊，你这个白痴，这么问不是摆明故意迟到了吗？其实我想说的是，7点集合，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对呀，老板，你说的对，是8点钟集合，是我记错了，我记错了。阿梅，阿梅，到底是几点集合呀？不是说7点集合吗？哦，本来是说7点的，然后老板说太早了，就改到8点了。哎，你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啊？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奸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珊珊来迟了，却发现风腾还在等。老板，这个包怎么能让您亲自拿呢？我帮你拿吧。我还亲自上厕所呢。没关系的，我来帮你拿吧。我身上不背东西，老觉得不踏实。我来帮你拿吧。我帮你拿吧，没关系的。那女孩谁啊？哦，我路上不是跟你提过吗？就是给我献血的女孩子，叫薛珊珊。你跟我说她挺特别的，我感觉挺一般的，哪儿特别了？我可喜欢她，特别吧？还特别扭啊？走啦。你说，哥。冬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我老公出差了，带着投资部的人去海南，难得哥哥选的旅游地点近，我就带着我的好朋友丽叔一起来了。
走吧，在这儿聊什么？走吧。冯小姐，丽书小姐就是你的姐妹淘啊？这是丽书店的老板吧？你怎么知道？我那天路过丽书店的时候，看到那个著名主持人向丽书小姐求婚，她仗势可大了，还有很多媒体在那报道呢。你都知道啦，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啊都会被名利左右的，对吧？丽书呢，从小就跟我还有我哥一起长大，我们是特别好的姐妹，跟我哥呢就像哥们儿一样。果然，老板的哥们儿也是老板。先过去一下啊。我哥让你替他背包啊？没有没有，这是我主动要替他背的。他没有拒绝吗？Oh my god！ 天哪，他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了，他会爆炸的。啊，这是我抢过来的，是将不攻不过用的。不会吧？你那么怕他呀？难道他没有像……没有什么，千万别说是想把我炒了。没有对你好一点吗？我回头说说他。不用，风雨小姐，这种事情不用你亲自去说，而且老板那么忙，他哪有心情管我呀？万一你说了什么，他一个不悦，我除了挑菜背包，搞不好还得帮忙擦鞋、捶背。珊珊啊，我跟你说，女人呢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虽然工作很重要，但这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事比工作还重要，对吧？我会加油的。加油！加油！原来你喜欢这种女孩啊？怎么也不跟我介绍一下呢？这不是让你们碰面了吗？所以你今天呢，不是叫我出来玩的，是让我来当亲友团鉴定女朋友的。我和他还没有正式交往。如果非要鉴定的话，我觉得他似乎，还好。我还就是喜欢他的还好啊。你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和家庭背景、经历、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只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他只要负责还好就好了。看起来倒是挺懂事乖巧的。那你为什么让人家帮你拿包啊？像佣人一样，你不心疼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他那是在守护自己的食物，跟我没有关系。徐珊珊，喂啊！
人呢？走小路。你可以啊，速度不减当年啊！难道我还不如你？来，你没有看见他呀？哎呀，都几点了？就是啊。哥，你看见珊珊了吗？他们有回来吗？这儿也没有人。你们看见珊珊了吗？没有啊。我打个电话吧。没人接。哎呀，他不会出事儿了吧？我手机呢？我手机呢？怎么办？救命啊！徐珊珊，徐珊珊，珊珊，珊珊。珊珊，珊珊，薛珊珊，珊珊，薛珊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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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哪去了？珊珊，珊珊。老板，你怎么了？脚扭到了，我好痛！不行。怎么办？好疼啊！走不了了，怎么办？我背你。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老板，要不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感觉你流的每滴汗都在嘲笑我的体重。嘲笑你怎么了？就是嘲笑你自不量力。你怎么那么不小心？薛珊珊，对不起。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
薛珊珊，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什么错误啊？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却什么都不做。什么意思啊？这可不像是一个老板对员工说的话，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白马王子跟公主说的话呀。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除了前锯腓韧带有些挫伤，其他结果呢都很正常，没事。医生，那个前锯是古文吗？就是脚扭伤的意思。多久能好啊？好好休息的话，也就1个星期吧。谢小姐今天就可以出院。如果想在医院待几天也可以。啊，回家！这医院住1天得多少钱啊？应该挺贵的吧？我回家买个膏药，贴个3、5天的就能好。光付医药费，脚好了，命都没了。好，我知道了。那我就请护士帮忙办理出院手续吧。好。干嘛这样看着我啊？我知道这应该算工伤吧，而且对你来说9牛1毛，但我不是财务吗？为公司省着点也总是好的呀。吓死我了你！你这脚怎么了？哎呀，没事，就是扭伤了。脚扭伤，你跑什么 VIP 呀？你其他是我小人姐大错了，对不起，让她一个人落单，所以才会受伤。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还真是挺莫名其妙的。这员工不想去旅游不行，去了又不照顾好人家的安全。这员工旅游不就是团队行动吗？怎么就让我们家珊珊落单了呢？就是。溜溜，别说，公司大老板，方腾集团的大老板。那个，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端，食物链的最终端，你注意点。刚才不好意思啊，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既然是老板，那招聘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家珊珊的血型比较特殊。今天幸好是扭伤，万一出血了怎么办？老板的妹妹是千金，那我们家珊珊也是我们薛家的掌上明珠。溜溜，大老板，那个这是我堂姐薛溜溜，这位是我的闺蜜陆双怡。嗨，你刚刚说的没错，非常抱歉。人家大老板，人家是愿意负责任才留在这儿嘛，啊？跟谁撒气你也别跟大老板撒气，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他以后怎么办？丽叔，你怎么在这儿啊？郑琪，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跟封腾比赛的时候比疯了，我也没想到他会受伤的。你说珊珊啊？不是，我听说没什么事儿，只是扭伤而已，并无大碍的。
哎呀，都是我不好，我明明知道封腾这个人急不得呢，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找他比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迷路，你说现在怎么办呢？行了啊，别慌慌张张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嘛。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一见面你就慌慌张张的，我印象中的袁丽书可不是这样。没事啊。就这么和人事部交代。怎么样了？珊珊好点没有啊？都是我不好。没事儿。要说谁的错，都是我的责任。郑琪，明天去韩国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缓一下？哎，我还正想催你呢。美国艾索尔投资也对 KME 有兴趣，正在积极的与对方接触。我已经让严青稳住对方了，等你明天过去。没事的，你们去吧，珊珊交给我，放心。多谢。慢点。哎呦，行吗？你这个？慢点。1、2、3。哎呀，行了，来，先放这到家了。哎呦，我的天哪，真不容易！哎呦，慢点儿。你不疼吧？不疼吧？你使点劲儿。好。好像是脚小。珊珊，我买了点水果，放哪儿？啊，那给我吧。袁小姐，你看都折腾一天了，辛苦你了，你赶快回去吧。啊，我没事儿，平时这个时间书店也没打烊呢。哎，我记得王叔给你叫的那个看护应该是明天上午6点到吧？要不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这样的话方便你有什么事叫我。这不行啊！这怎么？你看我们这房间这么小，谁说我们太小了？我们家房子地儿多大呀？再说我能照顾你，就不用麻烦你了啊！你就放心吧。是啊，那个双姨也能照顾我。其实，要不是风小姐坚持，连看护都不用的。不只是她坚持，我跟封腾都坚持。要不是我跟封腾比赛比疯了，也不会害你的脚受伤。哎呀，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再说了，这是公司集体活动，再怎么算也算不到你头上，你别放在心上啊。就算是你把这笔账算到封腾头上，可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啊。珊珊，你放心，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那谢谢你啊。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丽叔是在暗示什么？还是我想多了？明天我要出国，照顾好自己。多照顾自己。老板也太奇怪了，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这也太奇怪了吧！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却什么都不做。不过，柳柳和双姨都说的有道理。那个袁丽书态度很明显，是吧？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却还是会不安分地对其他女人放电。刘成浩不也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一眼我就看出来是袁丽书自己上杆子喜欢封腾。你分析分析啊，要是男女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他干嘛还说，他跟我封腾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这男人对女人放电不一定是喜欢她，
只不过是想享受暧昧时的成就感罢了。这完全是袁丽书制造的假象。我可是爱情专家，我的话不会有错的。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不为所动，那老板毕竟是老板，他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袁丽书习惯性的主权宣誓。他对每一个接近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不只是对你。啊？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一路顺风。别忘了回诊。生病比上班还要准时，大老板，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谢小姐，早餐准备好了，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啊！珊珊，早！这么早就过来了啊？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啊。坐。哇，这么丰盛，你还说多多包涵，我才不好意思呢。那就不客气了。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一般都会配合我。哦，风腾是你的，风腾是你的，一边照顾我，一边帮我洗脑。这边也转一下。哦。看看他的。哎，医生，感觉没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石膏哎？不行啊，伤筋动骨100天呢，还是小心为好。那这样吧，帮薛小姐去上个石膏，啊。麻烦了。薛小姐，您的药。还要吃药啊？可是我吃了药会睡觉的。那就休息啊，药是一定要吃的。不想吃。好吧。谢谢。谢谢啊。这狗皮膏药大有功效，专治跌打损伤、消炎止痛、牙痛、头痛都有效，无副作用哦。我接下来几天贴这个就好，不一定非得打上石膏吧。既然会传照，以后每天在石膏上签上日期后，传照片给我。
什么呀？人家腿都打石膏了还要管？有一次他特别坏，他给我们画猫，用那种不能水洗的笔画，画了之后我就没法写，我就不敢去上学，一直哭。我记得，丽叔特别厉害，跟他打架，好几天不理他。哎，你猜最后我爸怎么治他？用不能水洗的笔画胡子，一直画，画到我们俩的印子洗掉为止。对，哎，我跟你说啊，他做梦人的能力啊，比他经营管理的能力强多了。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哎，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吗？其实是搭便车，他骗我，他说这个手势可以打到出租车，结果我就发现我打了2个星期都打不到。后来被我知道之后，我就惩罚他，我说那个你必须让我搭你的顺风车，一直搭到我考上驾照为止。医生说你换药迟到了。才过5分钟，脚牙无处不在。风腾说什么？啊？丽叔啊，你跟老板是男女朋友吗？没有，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你说我们2个都霸道又好胜，从小打打闹闹惯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还得了？也是。这几天风月跟我讲了好多关于老板的事情，我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像一家人一样。而且你对我也不像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又陪我去看病，然后又陪我聊天，还带我去回诊。你对我真的很好，我觉得你都快成我的闺蜜了。珊珊，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是吗？谢谢。我已经跟亚典出版社的总编沟通好了时间，这是他的名片。哦，这是见面的地点。哦。哎呦，你这么快就联系好了，你真厉害！我这托朋友找了一圈也没联系上，你这帮了我大忙了，什么好多事儿，你真棒！哎，还有你照顾我们家珊珊，谢谢啊。其实这倒没什么，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哦。我只是牵个线，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OK， 明白。哎，你等会儿，那个。好东西，家里就是这个多。那个，咱俩庆祝一下呗！我特高兴，来，碰一下 ，real 可好喝了。谢谢。嗨，对呀，现在快到年底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激增。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虽然说起来不好听，你就当是老天爷给你赏赐的假期吧。真不好意思啊，我会尽快回去工作岗位的。嗨，没事儿，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大家赶紧核对一下。哦，好。哎，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工作了。好，拜拜。以我的资历，病假超过3天扣工资。我想回去上班。看你怎么说。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伤没好，扣年终。扣年终？扣年终？1天的工资是
4天的工资是，然后我到职4个月，按照比例的话，什么？我年终多了57块钱，57块钱都不放过，金生，金生，哎呦，哎呦。春节到了，要回家了。我决定把这4天工资和年终奖金全部攒下来。各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小薇，从今天开始接替陈娟的位置。请大家多多关照了。哇哦，这周小薇的气质和美貌，入职集团秘书处也绰绰有余了，到财务部真的是大材小用了。珊珊，以后她就是你的主管了。啊，你好，我叫薛珊珊，请多多指教。别这么说，以后要麻烦你了。哎，没有。谢谢科长。不客气。我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哇，哎，听说你考取 CPA 资格了？那 CPA 很难考的，你考了多长时间呀？哎，这些东西啊，花了我1年多的时间，真是越来越不如当年了。哇，那你为什么不去会计事务所啊？陈娟就是考上 CPA 去事务所的。这个嘛，是集团主动联系我。既然集团这么有诚意，还开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薪资。哇！哎，那你好啦，快回去工作吧。是集团主动征才，那应该也不会待这位子太久了吧？很快就会升迁了。CPA 是吗？哎，看来不能只是跟老板斗气，我也应该斗一下智。哎呀，双姨最近这几天不让我去家里，她说家里女客众多。哎，你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有客人啊？依我看，肯定是老板的妹妹风月小姐，还有那个袁小姐，对吧？你怎么知道的？厉害吧？就是我是猜的啦。其实啊，员工旅游那天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你之所以跟老板走得那么近，是因为你给老板的妹妹风月小姐献过血，因为你们都是稀有的熊猫血。大家都知道啦。大家都知道我当血牛的事儿了。哎呀，什么血牛不血牛的，我们啊都觉得你特别牛。就是，我跟你说，双姨早就跟我说了，但是我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就一直憋着没有说。哎，其实珊珊啊，我觉得你人特别好，又善良，而且还不求回报，反正总之就是一件好事儿啊。对，好人呢一定会有好报的。你能够因为这样认识老板一家人，实在是太幸运了。就是。什么幸运呀？也不是我故意掖着藏着，只不过这件事关系到风月小姐的隐私，我也不好私处张扬。可是，难道你不觉得这就是你跟老板之间的缘分吗？我怎么觉得老板对你有着非一般的感觉啊？你可别瞎说，你可别乱说啊！这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弄得整个办公室都流言蜚语的，老板肯定会生气的。不好，千万不要乱说。我没有乱说。员工旅游那天，你跌到坡里面，老板的反应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你想啊，
一个大老板，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员工受伤而那么紧张嘛？我们不是还因为你提早结束了行程吗？我又不能告诉阿佳，老板是因为自己捉弄人好玩才会紧张。要真对我不管不顾的，有失老板的风范嘛。哎呀，又换上了，这么快啊！小声点，都不好意思了。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恭喜你啊，谢谢。哎，我跟你说啊，这次你可能得剖腹产吧？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不能像之前那样，那临时找血太吓人了。上次多亏了珊珊呢。这次你也放心吧，我这随时帮你储备着呢。不过，我有一个小要求。什么？求求你了，不要再让我吃猪肝饭了，好不好？好的，好的，知道了。三位美女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严总。哎，你坐下，坐下，别站起来。哎呦，什么时候了这个？不好意思，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啊。好，我陪你去。慢点，慢点哦，慢点。哎呦，怎么样，珊珊？脚好点了吗？啊，已经好多了。只要不蹦蹦跳跳的话，就已经不疼了。啊。我刚才听枫叶姐说了你们的好消息，恭喜你啊！辛苦的是我老婆，她还想说去欧洲呢。哎，她特别喜欢欧洲，我们蜜月就去了那儿。但是后来不是怀第一胎了吗？现在这计划得搁浅了。哎呦，这都有2年的时间了。啊？2年？对啊。我已经跟枫小姐说了，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我真的不能再吃了。不是吃什么补什么。你看我面色红润有光泽啊！再这样吃下去的话，我真的要成猪了。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你去跟他说。那我怎么联系枫小姐呀？他去欧洲了，1个月后回来。2位，你们在聊什么呢？那么开心？聊你想去欧洲的事儿呢。不如我坐完月子之后，咱们一块儿去吧。好，快走啦！好，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好好养伤。难道是老板说谎？老板为什么要说谎呢？不会是因为要给我送盒饭吧？还是老板他喜欢我？什么？我什么时候回来？不会是明天吧？你不是说1个星期才回来的吗？啊，完了，不会是要被考年终了吧？哎呦，这些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呢？哎，好像好点了。哎呀！小张啊，哎，大老板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大老板今天回来吗？我没有收到消息啊。啊？哦，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啊，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还好不是今天，算老板还有点人性。脚是好多了，就是走路还有点跛。站在大厅迎接，站着迎接，怎么想着就有点怪呢？他不至于为了57块钱让我在大厅走台步吧？
谢谢啊。确定这样可以吗？啊，可以帮你准备轮椅的。啊，不用不用，这都几天了，很快就好了。哎，齐帅，小张，你不是说今天老板不回来吗？那齐帅他们怎么会出现啊？是啊，那应该郑总他们先回国了吧？老板身边的人真是不可小觑，老板也许就站在大厅等着我走进去呢。刚刚还要我坐轮椅，那不是要我证明不能站着吗？实在不能信任。哼，无论如何，我都要用走着进办公大楼。哼。各位，有些紧急情况，今天下班以前，我们要重新盘点整理2家子公司的资产和现金流，麻烦大家了。啊，什么意思啊？国税局查账吗？大概是吧。上面交代下来的情况紧急。怎么选这个时候，忙都忙死了，累死了。抽查就是要来个出其不意，啊，好，动起来吧，动起来啊！国税局查账，是整个集团得查吗？这么大动作，连我这个小财务助理也知道不简单。去吧。哎呀，尤其是在老板不在的时候。对呀，老板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在呢？我的店给您看一下。哦，好的。珊珊，这些资料你拿去复印一份。啊，好的。啊，不好意思啊。啊，没关系的，我可以的，就是动作缓慢了一点。那你自己小心点儿。哎，周小薇是新来的，她还不知道珊珊的靠山是老板呢。瞧她那样子，还真有主人样。人家不是说了吗？是集团找他，集团谁找他还不知道呢，说不定啊又是哪个高层。哎，别多说，赶紧工作。哎，打印机先给你用吧。谢谢啊。没有关系。KM 的并购案已经宣告失败，老板在机场忽然失踪了。我也听说了，老板登机以前啊，突然传讯让郑琦先回来，然后就没有回应了。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散心，这不是老板的个性啊。哎，不是散心，那是什么呢？听说这是老板最在意的一次并购案，忽然搞民航，这会儿又面临查账，这局面实在是太诡异了。连郑琦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严总着急着呢，哎，你说这集团是不是查出什么不法了？嗨，这也不至于吧？我看可能是巧合。你看，郑琦不是回来了吗？严总也是正常上班。再说封家在商场上那是老字号，不至于那么容易出事的。哎，但愿如此吧。是啊。迷航，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不是说要等他回来迎接他的吗？哎，珊珊，今天怎么这么晚过来了？现在才下班啊？今天特别忙。哦，我是看新闻了，说今天集团好像被抽到查账了，是吧？啊？都出新闻了，这么大的集团，当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者盯着啦。
不过呢，每隔3、4年啊，国税局都会抽一次账，这很正常。你要喝什么？我帮你叫杯咖啡。哦，不用了，小张在外面等我呢。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说。看丽叔这么轻松的样子，老板应该没事儿吧？老板他现在在哪儿啊？封腾啊，他不是在韩国吗？你不知道？什么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听到公司，一些人说他离开韩国了，但是他没有回国。哦，他有自己的行程。自己的行程？私人行程。珊珊，你这么关心封腾，你怎么不自己发个短信给他呢？我只是一个小员工，怎么敢去过问大老板的私人行程呢？你是不是喜欢封腾啊？上次你问我跟封腾是不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了，你是喜欢封腾吗？没有，怎么会呢？你给我灌100斤信心，我都不敢痴心妄想喜欢大老板呀。好啊，我就是，你就当我是一个八卦小员工吧。我就是今天在公司听到一些关于老板说失踪啊，还有什么银行的一些风声，就想来跟你打听一下。那这种风声实在是太好笑了。对，说的也是。你可千万别跟风月说啊，就免得他担心。当然。是啊，我何必要这么紧张？我只是个领薪水的小员工，集团这么大，就算老板换人了，依然还是会运作下去的。有什么问题，应该是高阶主管们该担心的，不是我。我真的是太杞人忧天了。齐帅，哎，珊珊，你脚怎么样了？不好意思啊，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看你。没事，好多了。齐帅，我能问一件事吗？你问吧。你真的不知道大老板他到底在哪里啊？你听说了？这次对他的打击的确挺大的。原本还以为可以信心满满的并购韩国 KM， 没想到美国艾索尔这么一插手，整个计划都泡汤了。我想他现在肯定不好过。那他到底在哪儿啊？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不过别担心，受伤的狮子最不喜欢被人看到了。
一定会自己躲起来，慢慢的疗伤。等他自己扛过去了，肯定又会意气风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风腾不在，我们才更需要众志成城啊，对吧？行了，没事，我先去忙去了啊。受伤的狮子实在难以想象，我之前竟然还为了57块钱跟老板怄气。他这么一受伤，可是几个亿的事情，事关几千个员工的薪水跟年终奖啊！不过，老板这种巨大的伤势，不是我们这种小员工可以抚平的。这个账目每一笔支出和进账都清清楚楚，怎么就对不上呢？你再对几遍不就对上了吗？再来一遍，再算一遍好吗？齐帅和严总日以继夜的奋斗，老板还是没有出现。齐帅说的对。身为员工，不就是这样的吗？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一投入就害怕失去，怕受委屈，怕太着急，所以伪装成另一个自己。不过，人跟人相处总有一些感情在。即便是老板那么冷血的人，得到一个小员工的慰问，应该也会开心的吧？明知道和你已没有输赢，可想你还是进步。我好啊，你好吗？我会站在大厅迎接你。没事。珊珊，你怎么了？哎呀，员工餐厅的饭菜肯定不能跟老板家的比啊，那你至少也吃点呗。哎呀，不是的，可能是工作太累了，觉得头昏脑胀的。1点钟所有员工大厅集合，什么事啊？是国税局的人要来吗？不是吧？听多也就财务部的事儿啊。可是我总觉得最近集团气氛好像怪怪的，大家天天都是人心惶惶的，难不成是出什么大事了？各位，在这里，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成功的并购了 KM 集团。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意飞往美国。很抱歉，这段时间为了保密，转移外界的注意力，散布了一些未经考察的消息，让你们担心了。下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板凯旋归来。我鼓起勇气唱出这诗句，我是一个人，朋友都已离我心。像枫叶的海上，我有风的方向，也是随偶然找回怒放的光亮。怎么了？高兴，你们可怜真很高兴。珊珊怎么了？我略施小计。人不都是这样吗？忽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干得好，兄弟！薛珊珊的几滴眼泪，算是给你的战利品。韩国 KM 这2年积极地争取与美国新智能手机的合作机会，而丰腾集团原本就与之合作多年，这次成为其大股东，无疑对韩国 KM 事出利多，成功并购了 KM。下面是本台的其他报道。关键时刻生病了，年终也不能请假。感冒嘛，吃药7天好，不吃1个星期好。多喝白海水就行。不行了，不行了，刚刚吃太饱了，能量都派去消化食物了。哎，现在脑子转不动了，好晕。老板没有在看我，看样子应该全身心沉浸于工作之中。那我偷偷打个盹儿，应该没关系吧？薛珊珊，喂，
珊，你怎么了？珊珊。琳达，没事，他怎么样？没事，只是有点发烧。需要挂水吗？啊，暂时不用，吃点药，多休息休息就好了。好，谢谢。你醒了？大老板，我怎么睡着了？你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说呢？不是要骂我上班睡觉吗？老板，你不生我的气啊？我为什么要生气？今天不用工作了。我帮你跟你们科长已经请过假了。啊！你跟我们科长都说什么了？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休息，把药吃了。如果不听话，扣你年终奖。嗯。躺下。嗯。老板虽然喜怒无常。但这正像是6月的天，不下雨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的。不过有时候阳光太猛了，也照得刺眼。哎，这个地方每次来呢都是胆战心惊的，要是不来，心里却又有点小小的失落。想什么呢？开玩笑，要真有那么一天，我还真得来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呢。你有没有听说，昨天中午那个新来的周小薇上了老板的车？真的假的？那当然，这种事情不是亲眼看见的，怎么可能乱说？天哪，哎呦喂，这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的，这岂不是名正言顺的节奏吗？那当然，要不然怎么也得收敛点呀。哎，真是乌鸦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哎，我们这几天连夜都是要加班。你看他周小薇，今天科长竟然让他放1天假。哎，珊珊啊，啊，
哎，珊珊，你别误会，其实昨天只是周小薇上了老板的车，她肯定很快就下车了，哪像你呀，一直待在老板的车上，不是吗？哎，不过听说周小薇好像也是 RH 阴性血型啊。昨天老板他妹妹大出血，所以要给她输血，老板才让她去的。怎么回事啊？哎，听说是她小产。哎，我怎么跟你说这些呢？哎，你天天在老板身边，就是八卦的中心嘛。这些事你肯定知道。知道啊，当然知道。珊珊，那怎么回事啊？按照风小姐的习惯，明天大概会叫人送猪肝饭给周小薇吧，然后吃着吃着就去老板办公室，然后就给老板挑菜，然后我以后就不用去老板那儿报道了，然后我就解放了。老天爷真的是听到我的心声，在紧要关头让我重感冒，期待已久的事情美梦成真，真是珊珊感冒焉知祸福。集团主动找周小薇空降，也是因为她的特殊血型吧。如果同样以血凝的条件来论，周小薇不论是智商、外貌都略高我一筹。周小薇跟薛珊珊，我要是老板也会弃养薛珊珊吧。弃养？我干嘛用弃养2个字啊？珊珊，哎，丽叔，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真的是忙晕了。我这个书店拜蒋莲所赐，现在生意好的是完全连一点书店该有的矜持都没有了。总之，生意好就是好嘛。对了，那个，听说风月小产了，她怎么样啊？我昨天刚去看了她，身体还行，就是心情不大好。也不怎么想见人。那什么时候能去看看他呀？过一段时间吧。他现在又不太想见人。哎呀，你就不要担心他了。你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我好多了。昨天下午请了假，然后又休息了1个晚上，现在已经差不多满血复活了。那我就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给你补补。反正我也饿了。好啊，走。丽叔对于是别人献血给风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更何况是老板。在老板的眼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血牛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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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干嘛呢？发呆呢？双姨呀，我就打个比方啊，你说，如果有一头猪被一只狼抓起来圈养，那只狼说：“我养你就是为了将来吃你的肉。”猪呢，又不情愿，又害怕。但是因为他打不过狼，就只能吃狼喂来的食物。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猪越来越肥。这时候，狼就把它给放了，抓了另外一头猪来吃。那只猪居然很难受。你说那只猪应该怎么办呢？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猪呢。它不愧是猪呢。哎，你根本没搞清楚重点。不被吃不应该很开心才对吗？可是那只猪它为什么会很难受呢？那肯定是那头猪爱上那只狼了。哎呀，这是跨越种族的恋爱，浪漫。哎，不是，这是你刚才发呆时想出的故事，还是什么寓言故事？你挺有才啊！这要让我写，我就写成……哎，陆少爷，你就是个白痴。干嘛？我分你版税好了，小气。跨越种族的恋爱，浪漫。薛珊珊，你沮丧什么呀？终于脱离了挑彩工的模式，你应该高兴才对呀。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要做开心的女生啊。吃饭了？哎，珊珊，怎么不去吃饭？感冒还没好吗？你今天怎么不去大老板那儿吃饭啦？我感冒好了，但今天不用上去，放假了。哎，游泳餐厅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起去吧。好啊，走。喂，薛珊珊，你居然敢罢工！阿佳，老板找我上去有事儿，我先上去了啊，下次再跟你一起吃啊。那个老板，凤小姐没事了吧？她没事。哦，那就好。那你跟凤小姐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她没事。哦，那就好。那你跟凤小姐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你问这些干嘛？没什么呀，就是好奇。支票。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薛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怎么了？张嘴！也是卡了。你这样就没什么事了。那谢谢医生。大老板，那个，谢谢你啊。既然没事，宋医生，快去啊！医生这边请。好的，谢谢。薛珊珊，你命够大的，这么大个刺儿都没卡死你。薛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珊珊，明天准备穿什么衣服啊？什么衣服？你不会加班加傻了吧？明天公司年会呀，你该不会忘了吧？对
我已经准备好蕾丝细肩带小洋装，明天一定要艳压群芳。细肩带，难道你不冷啊？当然不怕冷了，就怕明天有谁比我更不怕冷。我呢，就希望我明天可以抽一个头奖。哎，听说去年的头奖是辆汽车，这么好啊！啊！感谢我的爸爸，感谢我的妈妈，生下我让我拥有熊猫血。感谢风腾公司颁这个大奖给我，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关照。别高兴得太早，大奖可是有年资限制的，你还未满周年呢。年资限定。好啦，你就别想大奖了，好不容易可以盛装打扮，你一定都准备好了吧？那是当然了，当然没准备了。天天挑菜都快挑成黄花菜了，谁有心情顾这个？本姑娘今年的年会纯粹是为了美食，开吃。哎，那珊珊，你准备穿什么呀？啊？就随便穿个裙子什么的就行了嘛。为什么每次年会舞会的，我们女生都要穿的那么少呢？露胳膊露腿的给男人看，太不公平了。那男生为什么不穿个短袖啊，穿个短裤给我们看看？哎呀，女生穿很少就很漂亮，男生穿的少不是显得很猥琐吗？难不成你要穿个运动服就去跳舞啊？还要跳舞？看来吃完就得立刻闪。那当然啦。年会啊，都要评全场最优雅女士，奖金1万块啊！如果是选饭量最大女士，或者最快在一盘菜里把香菜挑出来，我还有可能多亏。不过呢，我们虽然财务部的人一向朴素，但比起其他部门的女同事，总不能太朴素吧？那啊，这两个绝对是保持我们财务部朴素传统的。哎，不是还有周小薇吗？对哦，看来只能看小薇的了。再说吧，我现在可没那心思。哎，珊珊，你明天可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你可不想老板开舞的机会落在别人手上。什么开舞的机会啊？全场最优雅女士和老板开舞啊！哎呀，看吧看吧，就知道这1万块钱不好拿，居然还有这种酷刑。跟老板一起跳舞，那不是握着老虎爪子玩命的行为吗？万一一个舞没跳好，踩到老虎尾巴了。哎呀，天哪！我的大好人生就这么毁了。感觉这么紧啊！午餐盒饭里的卡路里还真不能小瞧。这么紧，应该不会影响吃饭吧？来，帮你带这个。这是什么呀？这个啊，每一个进场的女士呢，都要带个碗花，碗花上面有一个号码牌，然后在场的男士都会根据上面的号码牌选出他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女士，所以把它带好了。啊，都带好啊。好。你们有没有想我呀？哎呀，
才是我的最爱。把你处理了。哎，小小，嗨嗨。大家好，今年的宴会依旧是这么的气势磅礴、气派豪华。那么在这喜气洋洋的日子里面呢，有请我们丰腾集团的大家长，也就是我们的老板丰腾先生。今天是丰腾的年会，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都穿得很精神漂亮。想必今天晚上的美酒佳肴也不会让你们失望。每年公司的年会是为了感恩过去一年大家辛勤劳动的最好时机。我的爷爷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有风，希望就会吹到你们的身边。只要希望升腾在心中，我们就会成功。而你们赋予了这2个字更多的意义。你们的聪明能干，正如风一样，托起了这家公司。我现在对大家说一句谢谢，远远不如再送每人一个大红包，更能够表达我的心意。好，我希望明年可以送给大家更大的红包。哪个呢？薛小姐，梁总，哎呀，薛小姐，我一直找你呢。啊？真的，我们夫妻2个人欠你太多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啊，林总，没事的，你不用客气，没什么的。上次月月出事儿的时候，我正在出差呢，要不是你再一次出手相救啊，我们全家遗憾终生啊。出事儿？是指风月小姐小产的事情吧？可是不对啊，这疑似是周小薇献血来着。哎，现在月月还在医院呢，等她痊愈了，咱们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你。那个，严总，你大概是弄错了。美姐，安迪找你。哦，那说好了啊，回头变现，和你们聊。再见，拜拜。老板，严总刚才好像弄错了，上次给风月小姐献血的。很多事情将错就错就好了。以后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否认。为什么？老板是什么意思啊？这样我等于是占了别人的劳动成果，何况熊猫血还这么珍贵，这样我会有罪恶感的。我既然这么说，自有我的长远打算。不过我也懒得跟你说明白，即使我说了，你会懂的。又是一副你不必知道的表情，不说就不说嘛，了不起啊？反正骗人的又不是我最多算个从犯，还是被胁迫的。哦，那你
老板，我先去找阿木那个。慢着，你留下来替我挡酒。啊？挡酒？我没听错吧？这不是男人的活吗？老板居然让我这一介小小女子替他挡酒，有什么问题吗？小心我扣你年终奖。OK。你的万花呢？这样。把这个带上。不用了，老板啊，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又选不上。老板，我真的不需要，我又选不上。拿到奖金抽成，我9你1。啊？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拉着你帮我挡酒？老板，我们敬你。哎，我来。好。好。先干为敬啊。哎，老板，敬你一杯，来。我来。先干为敬啊。干杯。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eel 还有我呢。there's another lo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about a few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来干了。Always be amazed. Always take a risk.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the lives I've gained. 我干了。哎，你怎么不干呀？ 1, 2, 3, 4, 再来一条。 Life is rolling the dice, babe. You cannot imagine what will happen. 我敬你一杯。 In a second, 1, 2, 3, 4, 5. 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项呢，是今天女士们最众所期待、最激动人心的奖项——最优雅女士奖。下面有请郑总监替我们揭晓。丰腾集团25周年年会最优雅女士奖，得主会是谁呢？周小薇。风老板跳得不错啊。你也跳得很好。对了，支票我收到了。其实你不用那么客气。我不是客气，我是太不客气了，想要的更多一点。心脏啊，别再跳了，不是这样子的。我怎么会吃醋呢？一定是我喝多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的。不能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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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接！
不能接，不能接，不能接，不能接。喂？你在哪儿？我在门口。你的专程是乱跑吗？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出来。等，反正我也跑不掉，不如死得痛快些。能不能帮我把羽绒服拿下来 ？Thank you。Thank you， 大老板。你跑出来干嘛？回家。我送你回去。不用了，不麻烦了。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可以回家的，真的。说。那个，之前严总跟我说，风小姐，她根本就没有去欧洲啊。然后呢？居然问我然后呢？老板反应就这么淡然啊？那个，那你为什么跟我说凤瑶姐她去欧洲了呀？我有吗？有啊，当然有啊。那你就当成是口误吧。老板，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不过，也许真的是口误吧，不然老板有什么理由骗我呢？总不会是为了骗我和他一起吃饭吧？不可能。刚刚跳舞的事情只是个误会，他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也要向我解释，叫我不要误会？难道？那个，我可不可以误会你喜欢我呀？偶尔误会一下也可以。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这个不是应该有企图的人先说出来吗？什么意思啊？老板的意思是我先对他有企图？我？你没有吗？我才没有呢！那是谁给我发图片又发短信呢？我可不喜欢你啊！因为你太幼稚。干嘛？大不了你开除我呀，我才不怕你呢。如果你开除我的话，你就更幼稚。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许下了诺言，这份
我是不会开除你。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身边。到了。谢谢你啊。珊珊，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你每天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还有你每天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都是因为我的命令吗？如果我的命令真的是圣旨的话，那么你刚才就是一个乱臣贼子。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晚安。不行，昨天晚上喝太多了。这些应该不是真的，是幻觉，一定是幻觉。
哎呀，小姑娘，阿姨好。哎，昨天晚上送你回来是你男朋友对不对？啊？哎，看上去蛮有腔调的，人老高的，蛮相对好的呀。还有车子，哎，老有钞票对吧？你福气蛮好的，福气蛮好。居然是真的！完了，居然是真的！救命啊！双姨，陪我去逛街吧。你怎么在这儿？你吓死我了！还等，你疯了你！大早上起来逛什么街呀？我还好多稿没改完呢，我陪不了你。哎，双姨，明天就得交稿。那个，有话就说。那好吧，那你先忙吧。我有空再问你。哎，薛珊珊，你能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你有什么话你就问行吗？我最受不了这样了。双姨，哎，你说，如果一个非常完美，然后又很强大的一个男生，向一个很一般的女生表白，那怎么办呢？要是小说的话，那这个女猪就赶紧接受啊，然后作者就能截稿了，然后就可以玩游戏、吃大餐、逛街。那如果不是小说，是现实生活中呢？现实啊，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捡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哎，你这个小笨蛋！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也就是说，那个是换不了1分现金的。对，这种感觉，确实像是捡到了一张空头支票。薛珊珊，你这只女猪千万别爱上那头狼。猪爱上狼，哎，这个好啊！哎，就写这个，太好了，太好了！我虽然没谈过恋爱，但是身边有个写爱情小说的家伙，也是看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爱得死去活来。曾经有个室友跟我说，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你了解的，找你看得懂的男人，否则再好也得三思而后。换而言之，找男人还是要找自己能 hold 得住的，而不是找一个谜语。不能直接猜中谜题，那去问问场外观众呢？不行，李叔跟老板的交情太好了，万一把我的少女情怀给出卖了，那我以后在老板面前岂不是更抬不起头来？还是算了。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oh, there's another locking im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it,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aste a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always take a risk,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the lifetime game.
给你钱。哎，怎么啦？再来啊！突然找我吃面，没事儿吧？来这边坐。我被告白了。吃点什么？谁呀？封腾。大老板！我的妈呀！那你答应他了？没有，一口呛他，直接拒绝，我不喜欢你。珊珊，你还真是一个烈女啊！哪什么烈女啊？那是因为我喝多了。不过我想过，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应该不会那么说。至少人家是大老板嘛，总要婉转一点的拒绝。哟，后悔啦？六六，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有的话，我要不要吃呢？唉，珊珊，我告诉你，这大人们经常有的时候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你想啊，要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有很多矛盾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喜好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劝你三思啊。那六六，那你跟优车浩，你看你还是不笨的，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样本了，唉，所以啊，我劝你还是多想想吧。我是不是泼你冷水了？被告白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儿了，尤其是被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告白，这样的感觉应该堪比中了500万吧。现实啊，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捡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但是珊珊，别做灰姑娘的梦了。这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从此以后可能会幸福美满。但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这个灰姑娘是不可能成为公主的，她只会成为侍奉王子的仆人。你想啊，你跑的从一个小房子去一个大皇宫里去侍奉别人当仆人，是多累的一件事儿啊！所以珊珊，你的拒绝是对的，拒绝当她的灰姑娘，当你自己人生当中的公主吧。珊珊，该去老板办公室补血了。啊？有啥好补的？现在满血格，走，一起去吃饭。哎，一连好几天，老板没再叫我去办公室吃饭，也完全没有从琳达那边来的讯息。这似乎才是我这样小角色正常的上班节奏。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这个金额一定要把它算准了再往上面填，一个小数点就会为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的，一定要记住。珊珊，你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一下。珊珊，珊珊，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一下。就是啊，你看啊，就是这个血格不超过500元，是吧？
办啊？杜帆，你这么早就回来了？那个，回来了。那个什么，对，多喝点，肯定累了。你吃啥？要不我给你煎个荷包蛋？不用。那个以后恐怕会回来的更早。他们家那破房子，它房顶漏了，然后房东就说呀：“你说这天下雨，还有这房子漏，我都管不了。所以呢，这房子他没法修，所以呢，他就没地儿住去。你也不能让他睡大马路上嘛，我就让他过来住一阵儿，行吗？”哦，杜帆要搬过来住啊？哦，我那个生活习惯特……你别说那个，他没事儿，他没那么多事儿。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让他走，没关系啊。不是，双姨，我最近也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我想搬出去。不，珊珊，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那算了，让他走吧。哎，不是，我是真的想搬家了。等我成为正式员工了，确定在上海待得下来了，我就搬出去住。你看这家这么小，都快塞不下我了。而且，你看东西都快漫出来了，你也不好算我房租，对不对？我也不能总这样下去吧。亲爱的，谢谢你了。你从明天开始给珊珊找房子，听见没？没问题，你找房子全都包在我身上。咱不着急啊，你就跟这儿住着，没事，咱什么时候找着合适，什么时候搬，你就住上3个月、半个月，不是半个月，半年，然后1年都行。我可以让你见不到他，你，对，我快去帮我找房子了，好不好？那我上网了。哎呀，你快走吧。快点！你会不会扎呀？你扎。哎呀，你别太贵的啊，他可没钱。哎，这个我能让可以吗？你扎这个粉色的。柳柳说要当自己人生的公主。可惜公主真难当啊！别说梦想豪气万丈的城堡，就是要帮自己找个小小的窝，代价都不小呀。这世界上有10平方米的公主吗？你们到底让不让着点我呀？我为什么要躲呀？丽叔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之前骑车那么厉害，现在打球也是相当勇猛。难道这就是所谓同一个世界的人吗？